高启强和高启盛谁更狠？两人的狠完全不一样。高启强的狠在于攻心，蒋天作为他最大的死对头，你看高启强如何用一个电话逼迫他自杀身亡。现在是7点，市政府上班是8点半。8点半我要看见你在市政府门口自杀，否则你等着看。8点半你老婆孩子被浇汽油。此刻蒋天还在妄想将希望放在警方身上，别忘记他妻儿人还在香港。短短1个小时的时间，唯一能拯救他们的办法只有立刻执行高启强命令。7点59分，蒋天接到妻儿被浇汽油的视频，他知道这是高启强给他下的最后通牒。儿子，不怕，爹爹死掉了你就没事。8点30分，市政府刚刚上班，蒋天准时从楼上一跃而下。高启强的狠让人绝望，他能让对手在绝望中自我了断，并且不留下任何证据。高启盛狠在睚眦必报，莽村的李宏伟一句高启强就是个臭卖鱼的，瞬间让他怀恨在心。高启强，你听好了，你就是个臭卖鱼的。为了解恨，你看高启盛是怎么做的？他从冷库拿出一条硬邦邦的冻鱼，用冻鱼当武器，活活打死了李宏伟。想知道我是谁吗？旧长街你最瞧不起的人，一个臭卖鱼的弟弟。我叫高启盛。通过这件事，高启盛被网友赐名冻鱼战神。高启盛的狠让人恐惧害怕，他们害怕的是肉体的疼痛和死亡。兄弟俩一黑一白，一唱一和，两种不同形态的狠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完美的互补。高启强的狠让你想和他做朋友，高启盛的狠让你不敢和他做敌人。所以在京海面对高家时根本没有选择，要么接受高启强的友谊，要么迎接高启盛的报复。我们接着回到剧情，徐江因为独子之死活埋了白江波，绑架了唐小虎。他想顺藤摸瓜，揪出藏在身后的高启强。此时安心也没有闲着，为了查出黄翠翠的死因，他把疯驴子在监狱中认的拜把子兄弟麻子发展成了线人，为配合他破案提前出狱。几天后，麻子传来情报，他负责看守被绑来的唐小虎。由于之前高启强曾拜托安心寻找唐小虎，李想第一时间想到了唐小龙。警察，开门。谁？李想，开门。注意看这个细节，李想用警察身份敲门时，始终无人应答。当他说出自己是李想时，唐小龙马上前来开门。其实不难看出，他和唐家兄弟交情不浅。大家不妨回顾高启强送电视反被唐小龙推下楼一事，他不但没有得到赔偿，反遭到一伙人殴打和羞辱，最后还因徇私滋事蹲了多天监狱。高启强，你们之间不管因为是什么纠纷，你先动的手，你就涉嫌违法，明白吗？明眼人都能看出，李想在审讯时处处偏袒唐家兄弟，从这里就能推测出他们的关系不简单。如果你说我过度分析，那咱们接着验证答案。正常人遇到打架斗殴都会选择找派出所民警，而唐家兄弟偏偏报的是入室抢劫，来的人却是刑警安心和李想。别忘记，李想是从派出所调任的刑警，唐家兄弟作为旧厂街一带颇有恶名的刺头，李想想不认识他们都不行。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是负责本片区域的民警，是不是每天都盼着广大居民和睦相处，平安无事？不用多说，他为了防止兄弟二人闹事，私下一定多次找过他们谈话，贿赂谈不上，但一来二去混熟了之后，抽根烟肯定是没毛病的。如果你还是不相信，我们接着往下看。高启强出狱后回到菜市场，想拿回自己的私人物品，即便有安心做担保，唐家兄弟依旧死缠不放。再看李想到来后，态度顿时来了个180度大转变。李哥，你来正好，你给评评理啊！称呼直接变成了李哥。李想对唐家兄弟的态度，就和你对朋友圈卖假鞋的人一样，只看不买，看久了反而不认为他卖的是假鞋了。注意看，李想进屋做的第一件事，这是我们支队长来了解情况。浅话语在警告唐小龙，有领导在，讲话注意分寸，别一口一个李哥李哥的叫。当他看见高启强也在这里时，突然一惊，你们这关系处得够好的，现在都能坐在一块喝茶了。此时的高启强在他和安心眼里还是个老老实实被欺负只会哭鼻子的小鱼贩，完全想不到他日后会成为京海黑白两道只手遮天的商业大佬。唐小龙看见警察到来，已经慌得手忙脚乱，回答问题时也是支支吾吾，甚至有些地方需要靠高启强帮自己发言。问你话，你看他干嘛呀？曹闯作为一个老刑警，唐小龙如此心虚，一定有问题，他直接开炸。你们是怎么得罪徐江的？你认识徐江吗？
我不认识徐江。高启强好像说了什么，但又好像什么也没说。就这一句话，让曹闯意识到眼前的鱼贩并没有他2个徒弟想的那么简单。这姓唐的一定有问题。那这姓高的呢？高启强啊，我跟他接触过2回，我觉得人还挺热情的，应该是个本本分分的老实人。好。唐小龙完全被弟弟的失踪冲昏了头脑。高启强冷静分析2人来的目的，曹闯为什么要炸小龙和徐江的关系。也就是说，现在警方在调查徐江，目前徐江仍在逍遥法外，说明警方的证据还不充分。高启强想起前几天李想让他打听黄翠翠的线索，如果说别人不知道，但是在旧厂街，即便路过一只老鼠，唐家兄弟都知道她是公是母。黄翠翠身为妓女，唐小龙肯定非常清楚她的底细。东海市最大的阴谋在哪里？白金汉。白金汉老板是谁？徐江。也就是说，谁有白金汉老板徐江的犯罪证据？小虎。黄翠翠。高启强认定黄翠翠手里一定有徐江犯罪的证据，可目前他一个死人，唐小龙想不明白他和救弟弟有什么关联。高启强赌徐江会相信他手里有黄翠翠留下的证据，至于是什么，他根本不知道。我就是你身上的人。只好硬着头皮给徐江打去威胁电话。高启强赌的就是人性，为了表演的足够真实，他特意将场地选在了徐江的白金汉。你不怕死啊？我是死在你会所里，你洗得干净吗？你在白金汉，这里是白金汉107房间，欢迎光临。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是我不跟死人谈生意。你得谈啊，要不然我死了我肯定拉上你啊。你以为放2句狂话我就怕你吗？你不信是吧？那我就把黄翠翠东西交给警察。你先别走啊，我现在就过来。高启强和唐小龙敢赌，徐江赌不起。万一证据真的存在，他杀了高启强和唐小虎，就等于亲手引爆了这颗不知藏在何处的炸弹。诸葛亮一招空城计，吓退多疑的司马懿。黄翠翠手里真的有他的证据，他信了，他让我们在这等着，他不来闹。咱们手里没有黄翠翠的东西。我在这等他，我傻呀！唐小虎佩服不已，他终于意识到，眼前的男人不再是那个被命运玩弄的鱼贩，而是一个拥有智慧和胆量的高启强。没想到第2天，徐江竟然主动找上门。认识我吗？怎么称呼？不是讲要跟我谈一笔生意吗？你先走了。高启强的隐藏对他来说毫无意义。谨慎的高启盛见徐江来者不善，默默拉开抽屉，将自己制作的那把土枪牢牢握在手心。高启强用眼神提醒他不要轻举妄动，毕竟光天化日，徐江不敢贸然出手。怎么聊在哪聊，应该是我来定吧。再看高启强的眼神，完全没有惧怕的痕迹，似乎他看起来比徐江更嚣张，玩的就是心跳。此刻高启强知道，如果自己怂了，可不是死那么简单。他一条贱命不值钱，但他身后还有弟弟妹妹唐小龙、唐小虎，现在4条人命都攥在他手里。这场无声的博弈，高启强完胜。只有安心一直咬着徐江不放，他刚出门就被安心等人带走立案调查。徐江一口咬定自己不认识什么黄翠翠，安心贸然抓捕，他手里必然有杀手锏。唐小虎是不是已经死了？他死了。你都不问问唐小虎是谁啊？果然徐江中计，警方根据种种线索推测出白江波买凶杀人。徐磊死亡当天，附近监控录像拍下唐家兄弟开车经过现场，时间线完全吻合。现在不仅唐小虎失踪，家属不敢报警；白江波失踪，家属同样不敢报警，甚至还躲到了外地。然而面对李想和安心的盘问，徐江全程淡定自如，完全没有把这2个小卡拉米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审讯就是在浪费时间。片刻之后，审讯室房门被敲响。谁啊？安心，出来。怎么了？检察员又来了。有人举报安心收受白江波贿赂，趁机打压竞争对手徐江。再看徐江得意洋洋的模样，足可以看出他身后的保护伞有多强大。其实有安长林和孟德海这层关系在，安心肯定会没有问题。徐江千不该万不该活埋了白江波。太叔费力组那场平事局，不难看出一件事：白江波找人教训徐江独子的幕后主谋是太叔，其目的是敲山震虎。他想警告徐江，在京海还轮不到你
以徐江为所欲为，有人能随时动他拥有的一切。别忘记，徐江是太叔一手提拔起来的干儿子，如果他想，分分钟能收几万个干儿子。白江波意外成为了这场权力游戏中的牺牲品，太叔怎么能咽下这口气？而徐江必然要为自己的过错买单。高家兄弟就是那把能杀死徐江的利刃。高启强的狠，即便徐江再活100次，他也学不来。他的狠像一种无形的剧毒，先会瓦解人的意志，再让你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高启盛的狠像一把淬毒的匕首，见血封喉。未来京海注定是高家的，所以你认为兄弟俩谁更狠？好了，本期影片到这里了，更多深度解析，下期见。